大家好，我是 K 君。本期视频是上古卷轴4湮灭复刻版新手教程的第1期，我将为你详细讲解本游戏中的基础玩法和设定，并带你正确创建好角色，为后面的游玩体验打好基础。如果你不是上古卷轴系列玩家，或者是从5代天际才入坑的，看了我上一期的评测想试一试这一经典神作，但是又怕古早的设计太晦涩难懂不好上手，那么我这2期视频就可以带你一次搞懂，快速进入最佳的游戏体验。和之前的攻略视频一样的，我会结合游戏开局的流程，详细讲解每一个涉及到的系统或者概念。这个呢是面向纯新手的教程和指南。如果你是个老玩家了有自己的见解，也欢迎呢在评论区留言补充，一起帮助新玩家入坑带更多的人来体验这款好游戏。那么咱们就直接开始首先呢，开始新游戏时的难度选择。对于纯新手呢，我的建议是最多选到中间的修者级别，实在不行你拉到最左边都没问题。这个游戏的数值呢没有那么平衡，高难度玩起来还是非常坐牢的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个序章的老鼠在不同难度下的强度。我认为呢，体验剧情才是本作最核心的快乐所以呢，不需要强行提高难度。同时呢，难度在游戏中也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如果你还是喜欢有所挑战，也可以在游戏的中间感到战斗太简单的时候再进行上调。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重要阶段——捏人。在上古卷轴系列中不同的种族除了造型不一样，初始的属性和技能也有所不同。不过在本作当中他们最后都可以被加到满点。每个种族自己的专属法术，后面呢也都可以学会，所以实际上呢，大家是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来进行选择的。当然了，对于新手而言，在游戏的前期，种族差异还是会对你的体验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呢，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如果你想要玩魔法无论是纯法师还是战斗法师，都是最推荐使用高精灵。初始呢就附带100点的魔力加成，魔力呢就是我们释放魔法时需要消耗的那个法力值。这个加成就算到了游戏后期也是很有用的。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高精灵呢对于元素魔法的抗性呢也是比较低的，后面会需要通过给护甲附魔来抵消这一部分的缺陷。然后呢就是布莱顿人，这个应该是游戏中最抗打的种族了，自带50%的元素魔法减伤，种族技能呢是可以临时增加50%的物理减伤还有50点魔力加成，也是很适合主打魔法的流派。最后呢则是暗精灵，它是相对最平衡的种族，玩什么流派都合适，并且自带75%的火焰抗性，而游戏中大多数的敌人使用的都是火焰魔法，所以呢这个天赋的实际效果是非常好的。我在这个教程中呢也会选择暗精灵来进行开局。在捏完人之后呢，我们就正式进入了序章。这里有个小技巧介绍给大家，如果你不靠近这个牢房门剧情是不会进行推进的。此时呢，如果我们蹲下找一个墙角，像这样就往这个墙上走。这时候你看起来呢角色是没有动的，但是游戏会认为你的角色还是在向前移动，并且因为对面那个说话很臭的囚犯还没有看向我们，我们的这个操作呢就可以视为是在潜行，可以增加我们的潜行经验如果你想的话呢，完全可以把你的手柄用什么东西卡住然后就把这角色放在这，你去旁边看2集电视剧，再回来之后呢，就可以带着你的潜行满级的角色来开始游戏了。介绍完这个小技巧我们就推进一下序章的剧情。在卫队长死了之后，请一定记得去摸他的尸体，捡起他的武器。这个武器的伤害比较高但是呢，他在序章结束的时候会需要还给刀锋卫队，所以呢，一路上还得记得捡上其他用得着的武器。推荐大家一定要把常用的魔法和装备注册到快捷栏当中去，在背包或者魔法界面，按照下方的按键提示就可以打开快捷栏。我这里呢就把弯刀和几个魔法都放进去，这个呢能极大的提升游玩的舒适度，不需要经常打开背包来进行切换。好，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独自行动并且进行战斗了。如果你是普通难度这里的老鼠就都很好杀，一刀一个。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复刻版的攻击是有连招这个概念的。比如说这个军刀，每次砍完第3下是连招的最后一招，所以呢在这一招出完之后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硬直，不能进行攻击这个呢大家是需要稍微留意一下的。好，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会遇上第一个开锁小游戏。
这里啊，我就详细给大家讲一讲这一座的开锁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是基础操作，使用 AD 键或者手柄的左摇杆可以左右切换要操作的弹簧 ，W 或者手柄左摇杆向上，可以使用撬锁器把弹簧顶上去。在弹簧粘在顶部的时候啊，按下空格键或者手柄的 A 键，可以将弹簧固定在顶部。把所有弹簧都固定在顶部之后呢，就可以开锁了。如果你点击空格的时候，弹簧不在顶部啊，撬锁器就会断裂。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些规律了。弹簧在顶部停留的时间呢，每次操作时都是随机的，是没有规律的。但是啊，它往上升的速度越慢，它在顶部停留的时间就越长。安保技能的等级越高呢，弹簧也越容易出现慢速上升啊，也就是长时间的停留状态。了解到规则之后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常规解法，那就是每次顶起弹簧的时候啊，注意观察上升的速度。这个呢还算是很明显，可以判断出来快慢的啊。然后呢就是反应要快了，看到慢速上升的时候啊，记得按下空格键，把弹簧固定住。你观察的越准确，反应越及时，成功率啊就越高。但是呢，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看人的，总体成功率呢依然不算高。所以我更加推荐一个邪道解法。这个方法应该也算是在利用一个 bug，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更改啊？所以呢，大家就看一看。在复刻版里面呢，开锁小游戏和原版游戏不同，弹簧在被顶起之后啊，没有完全落下之前，你如果继续顶它，它还能被顶上去，并且呢，它停留的时间不会被重新计算，这就给出了当前的这一个邪道解法，能打开99%的锁头啊。那就是你一直按住 W， 不停地向上顶弹簧，然后呢，你就观察它每次下坠的多不多。如果下坠的时候呢，还能看到弹簧啊，就说明它在顶部停留的时间很短，不好操作。此时呢，你就把它完全放下来，再顶一次，它的停留时间就会被重新随机了。你啊，就一直重试，直到呢找到它像这样，几乎粘在顶部小幅度的徘徊。那么呢，你就需要在开锁器向上顶出啊，注意听，发出咔嗒这个音效的时候呢，立刻点下空格，就能把它锁住了。啊，因为这个撬锁器上顶的时间间隔啊是固定的，所以呢，这是个很有规律的节奏。大家稍微练习一下啊，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从此呢啊，你1级的安保技能都可以开极难的锁了。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开锁的 bug， 这个呀是原版游戏就有的，那就是呢，你把撬锁器移动到一个已经被升上去的弹簧底下，然后再按开锁的空格，游戏呢会认为你成功固定了一次弹簧，并且给你增加安保经验。你不停的点啊，就可以快速的给安保技能升级。难度越大的锁，给的经验值越多。所以呢，最好是找到困难或者是极难等级的锁，10分钟啊就可以把安保技能全部升满。不过呢，不要单独把一个非战斗技能升得太高啊，具体原因后面会讲。这里呢，只要使用上面的方法，开锁啊就10拿9稳了。所以安保技能等级呢就根本不重要。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来到这里有3只老鼠和一个丧尸的位置先不要打那2个逃跑的老鼠先把丧尸打完。之后呢，你回去会发现这2个老鼠蹲在那个门前面一动都不动，你呢就可以蹲在这2老鼠后面开始移动，这样子呢就可以和开局的时候一样，无限练习潜行技能。我呢也就可以趁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游戏的技能和升级机制了。技能呢和属性不一样，属性是角色等级提升以后使用美德进行加点的，而技能则是通过你进行对应的操作来增加经验值来进行升级的。比如说你跳跃就会增加特技的经验，在这里老鼠的背后进行潜行呢，就会增加潜行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赶路的时候也不要闲着，都放一放回复魔法呀，跳一跳什么的，练一练技能。每个技能都会在25级、50级、75级和100级时解锁一个天赋，增加角色的能力。而这些天赋呢，也正是搭建各种流派的基石。这里重点说一下特技这个技能，推荐大家呀尽早把它升到25级，因为呢它可以给你解锁一个闪避的功能，这个在近战当中还是很有用的。技能升级之后呢，就会给角色贡献经验值，也就是说你技能升级的越多，角色的经验就会越多。积累满了之后会需要在床铺上睡觉才能提升角色的等级，并且呢给属性进行加点。角色每升1级呢，都会获得12点的美德来给属性加点。除了运气之外的属性都是1点美德提升1点属性，运气呢则需要4点，并且每一级最多选择3个属性进行加点，每个属性呢最多加5点。除了运气
它呢是每一次最多只能加1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呀，这个运气属性它非常的特别，有自己的加点规则，并且呢它的描述啊看起来也非常的抽象。我这里呢就给大家稍微多讲解一下运气属性的作用。你的角色呢超过50点的每5点运气，就会把所有的技能都视为提升了2级。同理呢，每10点会被视为提升了4级。不过运气啊在50以下的时候并不会降低技能的等级。这个技能等级的提升呢，除了制甲匠之外，其他的呀都不能解锁上面提到的固定等级所提供的天赋。也就是说啊，你46级的剑术加上60点的运气，剑术在进行伤害计算的时候呢，是会被视为50级。但是50级剑术的天赋加成是没有的，你还得把基础的技能等级啊提升到50级才能解锁。运气呢还会影响一些小系统，比如说降低使用修理锤时的损坏概率，又或者啊是在撬锁失败的时候有一个小概率保住撬锁器不断裂等等。但是啊，这个运气并不会影响你开宝箱时掉落物的稀有度或者等级。那么除了升级加点以外啊，我们通过序章的角色创建也是能获得不少运气的，最多啊可以有65点的初始运气。这就会需要你在选择星座的时候选择盗贼座，它会给你增加10点运气，并且呢使用自定义职业给专长属性那一栏选择1个为运气，会再加5点，一共呢是65点。关于星座和职业的选择呢，我会在本视频的后半段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然后呢，从原版游戏开始啊，运气到底实不实用，在玩家之间呢就是一个争论不定的话题。有些人觉得运气非常强，能提升所有技能的等级；有些人呢则觉得它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源，成型的速度又太慢，极其影响前期的体验。那么你认为运气值不值得投入资源去升级呢？最后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注意的呀，就是呢，敌人也会跟着你一起升级，并且呢，敌人每次升级啊，所有的属性都会提升。所以呢，就不要把非战斗的单一技能练得太高级，它呀会让你的角色升很多级，但是呢，却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战斗能力，会让游戏变得更加困难。这个呢，也是之前我不推荐升满安保技能的原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个序章的关卡呀，是一个一本道，所以呢，中间不重要的位置我就直接跳过了。在到达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捡这些蘑菇，它们呢都是制作回血药剂所需求的材料。然后我们在到达这里，捡到了研磨钵之后，就可以炼金了。我呢也就简单介绍一下炼金的系统。每一种原料啊都会有4个不同的效果，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只能使用它第一个。随着炼金等级的提升，你后面呢可以逐步解锁所有4个效果。炼金的时候啊，每种原料只能放入1次，并且呢，你至少需要放入2个拥有相同效果的原料才能做成药剂。放入更多的同效果原料啊，并不能增加药剂的效果，但是呢，可以改变药剂的重量。而药剂效果和持续时长，则是由炼金器材的等级和齐全程度来决定的。炼金器材啊，可以去法师公会加入他们，就能合法拿到最初级的全套炼金器材。使用炼金呢，也是最好赚钱的手段。这个呀，我在后面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解，不想错过的观众啊，请一定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在炼金的界面中，我们可以对材料进行筛选，单选某个效果。如果看到有2个以上的材料啊，就可以使用它制作药剂了。而炼金等级满了以后呢，就可以使用单独1个原料做出1份药剂，药剂的产量啊也就可以大大提升。好，我们剧情推进到和刀锋小队重逢。在这里呢，皇帝会让我们选择自己的主神星座。这个选择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有一些星座的效果呢是明显强于其他星座的。我这里呢也是进行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属性呢是可以随着升级逐步加满的，所以啊，增加属性的星座都只能在前期稍微提供一点帮助，不是非常推荐。但如果你是个纯新手啊，希望在前期获得比较好的游戏体验，那么呢也是可以选取这些星座的。我呢就推荐玩法师或者远程的，选择天马座，移动速度比较快，可以给敌人放风筝。然后呢是盗贼座，它呀是给属性加点最多的星座，10点的运气就相当于40点的美德了。而如果你玩战士呢，那就直接选择战士座，前期呢可以比较轻松的穿上重甲。如果你不担心前期的体验，希望选择长期都有优势的星座，我呢会推荐你选择君王座，它呀直接给你增加了15%的物理和魔法减伤，非常的强力。其次呢是这个士灵座，它呢会再给你增加100点的魔力，同时啊还有50%的概率吸收敌人打到你身上的魔法。这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啊
有一半的法术在命中你之后不会造成伤害，并且呢会转化成你的法力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星座呢会让你的魔力没有办法自然恢复，只能依靠吸收敌人的魔法或者药剂来补充。所以呢，这个星座啊要发挥它完全的作用，会需要独特的技能搭配，不推荐新手去选择啊。我这里呢就选择增加抗性的君王座来进行游戏。选完星座之后，我们的剧情就快进到皇帝被刺杀。刀锋战士啊，让我们选择职业。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根据自己想玩的流派来了。不过呢，我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自定义职业。这里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首先是专精的选择，战斗、魔法和潜行，它们呀有各自对应的技能。选择专精之后，会给对应的技能增加5级，并且让它们更容易升级。这个选择是比较重要的，一般按照你最想要发展的流派来进行选择。我呢会比较依赖于近战，所以就选择战斗。然后呢是你偏好的属性，选择的2个属性会直接加上5点，这个呢相对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一般选一个力量加负重或者耐力加血都是可以的。我呢这里选择力量和智力。最后呢是选择7个主要技能，这些技能会直接增加20级，并且拥有更快的升级速度。所以呢，我推荐你选择符合自己流派的核心技能，以及那一些很难升级的技能。首先，根据你的需求，从重甲和轻甲当中选取一个。然后呢，我推荐大家都点上体术，因为只有在你跑步的时候，这个技能才会升级，骑马和传送都不行。所以呢，它的升级速度会比较慢，我们需要把它点上，给它一些加成。这之后就要看你主要想玩哪个流派了。如果玩潜攻流，你就可以点上神射手和潜行。如果玩战士，则点上戈挡、钝器和制甲匠。如果你玩法师就可以选择毁灭、召唤和恢复。那么我呢，就根据自己想玩的流派选择一下这些技能。我会想玩一个由魔法辅助的重甲战士，同时呢还能有点远程偷袭的能力。所以呢，在选上体术和重甲之后，我再点上钝器、魔法中的炼金、召唤与恢复，最后再加一个神射手。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走出下水道，正式开始游戏了。不过在离开之前游戏还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对角色的创建进行修改。大家如果对捏的脸不满意或者是星座选错了，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了。在完成了角色创建之后呢，就可以开始自由冒险了。我们这一期的新手教程也就结束在这里，希望能对大家创建新角色有所帮助。下一期呢，我将为大家展示几个初期就可以去探索的地点。免费获得永久的住宿点、储物箱、马匹和一些神器，介绍所有的工会和组织的加入方法，为你铺开更多可玩的剧情线，更好的融入游戏体验。不想错过的话呢，请赶紧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